心动在短暂契合的某一天，凭着直觉，同个理由隐藏一种特别，在触电的环节开始怀疑双眼，你居然让我如此妥协。你眼前的这个世界，我已一脸成茧。怎么你的苦恋，我竟侥幸相劝，却发现手上有爱情我不放，从两点一线到观望时间，你恰好出现，让锋芒结束这段流浪。熟悉的光线，像会从起点落回心里。这奶奶和姨婆也太好气了，给这么多呢。姐姐，你要保重身体啊！哎，我知道了，你这风湿老寒腿，要注意保暖。哎，我这是老毛病了，你放心，我会保护的。倒是你要好好保养自己的身体啊！我下次来，不给你带凯司令蛋糕。血糖这么高，还总要吃甜食。好，我听你的啊，你放心。真舍不得你走啊！奶奶、姨婆，看这里。耶！我们一起拍个好不好？好，来，好，看好了啊！3、2、1，耶 ！OK。好，我走了。姨婆，我们走了。哦，小心啊，奶奶。小心。好。回吧。好，来。哎呦，你给我打电话。哦，知道了啊。带着啊。朱医生，你怎么来了？你今天不是休息吗？我有点担心萌萌，她怎么样了？放心吧，金医生已经去病房看过几回了。小丫头今天胃口好一些了，就是嘴里不停地在念叨“朱阿姨呢？朱阿姨怎么不来看我？”我去看看她。她还没醒呢。这个时间了还没醒啊？那我等等她吧。你要不要到办公室休息一会儿？没事了，在这儿等就行。顾总，早。江总好。亲家，我得跟你说声对不起。为什么？
我们家西周惹软软伤心了，我做家长替他给你道个歉。小两口吵个架闹个别扭很正常。都要离婚了，恐怕不是闹个别扭那么简单吧？谁说他们要离婚了？软软亲口说的呀。软软这孩子呀，从小就喜欢西周，你说这次要不是伤透了心，怎么可能提出离婚呢？这是我们的家务事，就不劳江总费心了。感情这事儿可说不准，谁知道以后会是什么样的呢？老顾，傅西周许给你的，等到儿子接手了公司，也一样能给到你。江总，今天我表个态吧，我支持西周，不仅仅他是我的女婿，最重要的是，他比云深更适合管理林田。喂，你在哪儿呢？我去找你。这边，快过来，快过来呀！你怎么才来呀？不好意思啊。今天好看吗？好看。终于结婚了。1、2、3，1、2、3。软软，走了。结婚证丢了。这么重要的事，你为什么不早说啊？你不会事先打个电话吗？这不就是因为重要的事情，所以我想着当面跟你说呀。傅西周，你是不是觉得逗我很好玩啊？怎么可能啊？真的丢了，说不定是你弄丢的。你要是不相信的话，你可以回家找啊。那我们先补办结婚证，再办离婚证。我那个最近啊，那个公司的项目比较多，会也很多，没什么空。那你空了给我打电话。我软软。怎么了？朱医生，快，萌萌出事儿了！家属不能进。萌萌，医生救救我孩子！放心，医生会尽全力的。心跳快停了，准备抢救，面罩加压通气，快除颤。好。除颤器已到，所有人离开。再次除颤。所有人离开。
上限速。朱医生，朱医生，朱医生怎么样了？你不是说他手术成功了吗？默默他人呢？我问你，默默他人呢？妈妈快出来！妈妈在外面等你！你还我女儿啊！你冷静点啊！让我进去！冷静点！我女儿在里面，让我进去！冷静点！妈妈，人呢？妈妈在这里等你，你出来，妈妈！你冷静点啊！妈妈。妈，哎，芝芝啊，你怎么来了？哎呀，你这连轴大夜班，人都瘦了一圈了。我给你煲了点汤。真的？妈，你怎么知道正饿着呢？妈妈是谁呀？还能不了解你？哦，是我最喜欢的乌鸡汤，好香啊！那就多吃点。好。就是这个味道。哎，你跟你们领导说说，别老安排你大夜班。你看看你这张脸，皮肤都没光泽了。妈，也不是我一个人大夜班，我们这都轮流的，每个人都会大夜班的。哎呀，这么累，不如辞职算了。我们家也不缺你这份工资。妈，我喜欢这份工作。女人还是婚姻家庭最重要。
芝芝啊，我知道你一直不愿意去相亲，是因为云深。和他没关系。既然这么放不下，那就主动点儿。妈，人家都有女朋友了，切，又没结婚，算什么呀？妈，我吃饱了，我要去工作了。我送你下去吧。我真的要工作了，妈。那行吧，等会儿记得吃啊。嗯。喂，喂，淑宁啊，中午有时间吗？一起吃个饭。好啊，不见不散。对不起啊，我骗了你。今天其实不是我生日，是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日子。到现在已经有6570天了，从我第一眼看见你开始，我就想嫁给你。这是我的心，你能收下吗？让你添了心，做这场把戏，多说一句，只让我越难相信，两场失去会比我近，更显真心。副总，咱们新加坡的市场这个月的销售额有些下滑啊。周安，怎么样才能追回一个女孩啊？哦，追女孩，第一步，送花。谁呀？配送。你好，是顾小姐吗？啊，我是。您的花。花不要了，送你了。副系长，你到底要干嘛？我想着我要约你吃饭的话，你肯定不会去的，所以我就把吃的给带过来了。我记得你说过，
你妈妈小时候不让你吃垃圾食品，你每次馋着吃泡面的时候就躲起来吃。每种口味我都买了，你挑你自己喜欢的。虽然我也觉得吃泡面不是很营养，但如果你想吃的话，我可以陪你一起吃。你能拿得了吗？拿得了，没事，你走。啊，你们好。请问二位是萌萌的爸爸妈妈吧？是。您是？我听说你们孩子的死不是意外。你说什么？这不是意外，是医疗事故。你们自己也知道。手术很成功，我听说，好像是术后，主治医生粗心大意用错了药。真的？可是朱医生说是我们家萌萌身体太弱了，所以才会……到这个时候了，你还相信那个医生的？他能承认自己做错了？这可是一条人命，弄不好是要坐牢的。不是你谁呀？你咋知道这些呢？我女儿是这家医院的员工。本来我不应该跟你们说这些，但是我这实在是看不过去了。毕竟孩子这么小，太可怜了。我也是个母亲，能明白你们的心情。我就知道他们有问题。那你女儿还说什么了？他们到底是用错了什么药啊？我们这种事情该找谁讨个说法？这种事儿啊，闹是没用的。我建议你们请个律师，把那个医生和医院一起告上法庭。请律师？这我们给萌萌看病钱都花光了，哪有钱还请律师啊？没关系，我可以给你们介绍一个医疗诉讼方面的律师，他是法院律师，会免费给你们提供帮助的。免费的？你跟我们非亲非故的，干嘛帮我们？我说过了，我也是个母亲。唉，可怜天下父母心啊！更何况，我没有让你们给我任何好处，不是吗？你们放心，我先带你去见见律师。要是打官司的话，需要你们签协议的，白纸黑字，错不了。行，我跟你去。上车吧。有什么给我打电话啊！琳达，怎么了？是萌萌家属又来了啊，不是，是院长找你。哦，好。家属把我告了。家属不接受我们的鉴定结果。萌萌没有救回来，我也很心痛，很遗憾。但如果重来一次的话，我还是会做一样的选择。你呀，先回家休息几天吧。您要挺我的职，回避一下。回避只会代表我心虚。你现在跟他们解释，他们能信吗？好了，你先出去吧。院长怎么说？院长说让我放几天假。他要听你的职？应该没有吧，就是让我休息几天。
伯母的手术是我同意的，而且是我们俩一起进的手术室，要问责也应该是我。我去找他。你别去，科室现在这么忙，如果你也被停止的话，其他病人怎么办？别争了。好，谢谢你。妈，法院今天已经把诉讼书送到医院去了。王律师刚把代理协议书的复印件传真过来，他是这方面的专家。淑妮啊，你就放心吧。我知道。行，我知道。妈，是回来了，回聊。你怎么这个时候回来了？今天不是夜班吗？妈，你刚刚说的诉讼，不会是我们医院萌萌的诉讼吧？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哎，我的东西你别乱动。妈，这是什么？这不关你的事儿，把东西给我。这几天萌萌的父母每天来我们医院闹，是不是也是你唆使的？你别胡说，那个跟我没关系。我就是帮人家介绍了个律师，我看人家没了孩子可怜，为他打抱不平，伸张正义有什么错啊？妈，医疗委员会的人都已经核实过了，萌萌从手术到愈后都没有任何问题。根本什么情况都不了解，你知道医疗事故是多么严重的事情吗？你怎么可以这样随随便便的胡诌呢？你到底是想伸张正义，还是想要栽赃陷害？周芝芝，你在跟谁说话呢？一口一个栽赃陷害，你大没小。妈，你到底知不知道？因为你，一个医生现在正在面临医疗诉讼，很有可能会被停职，甚至在整个行业都立足不下去。一对刚失去孩子的父母，很有可能承受很大的麻烦。妈，你怎么可以这么轻视别人的人生呢？你这是在为谁打抱不平啊？没出息！我这么做都是为了你好，不需要你为了我好啊！妈，我求你了，行吗？以后不要再插手我和傅云生的事情了。你对我的好真是承受不起了。你跟江伯母尽早收手吧。我警告你，如果你真想跟傅云生在一起，这件事你就别傻乎乎的跑去告诉他。我跟你说的话，你听明白没有？奶奶，来吃饭。又吃饭？我今天陪您一块儿吃。今天怎么有空陪我吃？你穿自己的衣服了，是休息吗？我今天穿休，啊，是休息。奶奶，在治疗过程中会有掉发的可能，这很正常，你别担心。我今天给您带了您最爱吃的，吃一口吧。没有胃口。您不吃东西不行，您一定要提升免疫力，这样才能好好手术，好吗？
吃点儿。我听你的，吃。好，给您端来。小刘，我让你帮我复印的奶奶的病历，复印好了吗？复印好了。谢谢。奶奶，今天下班的早，他们说这款梅子特别的好吃，您尝尝。这个还没吃完呢。所以你尝尝这个吧。谢谢你。哎呀，今天你们是应该出去玩的，略略是休息。休息？他说他倒休啊。哎，远生，我不明白呀。略略说他今天倒休，可他们科室的人又把他叫走，怎么回事啦？没有啊。我看他有心事，你去看看，去看看他，好吧？好的，奶奶，您别担心，我现在就去看看。你去找找。你好好休息。好。尝尝。好。健康所系，性命相托。当我步入神圣医学学府的时刻，谨庄严宣誓，我志愿献身医学，热爱祖国，忠于人民，恪守医德。我决心竭尽全力除人类之病痛，助健康之完美，维护医术的圣洁和荣誉，救死扶伤。想什么呢？云深，我会成为一名好医生的。周医生，这几天萌萌的父母每天来我们医院闹，是不是也是你唆使的？你别胡说，那个跟我没关系，我就是帮人家介绍了个律师。我看人家没了孩子可怜，为他打抱不平，伸张正义有什么错？爷爷，您找我？我听说有一家叫红石的风投公司，准备收购我们林天，你知道吗？哎，来，过来坐。我也是刚刚知道，但我觉得他们在声东击西。怎么说？按照道理来讲的话，风投公司在做前期调查的时候，应该知道咱们家对林天有绝对的控股权。我打听了一下，红石同时也在接触其他的药企高层，所以目标企业不一定是我们。你的意思说，他们是在明修栈道，暗度陈仓？爷爷，这只是一个猜想。您是老江湖了，风投公司不是经常这么干吗？收购 A 公司之前，为了压低价格，故意放出收购 B 公司的消息。是有这样的操作。爷爷，您放心吧，
只要咱们一家人齐心，明天不会有问题的。这事是你妈妈主导的，还有云生妈妈，江阿姨也参与了。那你打算怎么办？刚开始知道他船上官司的时候，我心里还幸灾乐祸了一下。我真的好想听我妈的话，装作什么都不知道，看他被碾压。可我发现我做不到，我无数次想要把录音删除，纠结到失眠。可我知道，一旦我真的这么做了，我一定会变成我最讨厌的那种人。芝芝，我打算把录音交给云生了。可她是你亲妈啊，还有云生他妈。我知道，所以我真的好难过。不过，如果是我，也会跟你做同样的选择的。局长，你找我，你怎么不进去说呀？不用了，就在这儿说吧。好。云生，最近医院有一些关于朱医生的风言风语，我不知道你听说没有？既然是风言风语，他也不会在意的。可是恐怕事情没有那么简单。这几天萌萌的父母每天来我们医院闹，是不是也是你唆使的？你别胡说，那个跟我没关系，我就是帮人家介绍了个律师。我看人家没了孩子可怜，为他打抱不平，伸张正义有什么错？对不起，云生，现在才把这个事情告诉你，但这毕竟涉及到我妈妈。你不用抱歉，芝芝，理解的。谢谢。你愿意把这个给我听，已经很不容易了。我知道朱医生现在处境很为难，我可以把这个录音交给你，在必要时可以证明他的清白。我还有事儿，我先回医院了。好，谢谢。王律师，傅先生到了。哦，傅先生你好。王律师你好，请。请坐。傅先生来找我是什么样的案子？我想和你聊聊萌萌家的医疗诉讼案。傅先生，您是被告的律师？被告的家属。那您想和我聊什么？聘请你的人到底是谁啊？自然是患者的家属啊。王律师，我已经打听过了，你是医疗诉讼案的专家，收费很贵，以萌萌父母家的经济状况，也根本请不起你。傅先生，这是我当事人的隐私，和本案无关，恕我无可奉告。我还有事儿，失陪了。王律师，可能这个事情我……老板，萌萌家的地址我打听到了，
发你微信上了。嗯，好。来了。这个是萌萌喜欢的东西，之前是朱医生收拾过的，让我过来送过来。我看见你在角落，身体被脆弱包裹，摇着床背对我，江南情冲破。